同样是不光彩的龌龊事，凭啥魏燕婉没事，而他就被囚禁彻底厌弃？为了争宠，后妃们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前有魏燕婉为了进献陆血酒，让扎龙1v5，后有玉妃下良药，使得扎龙对鄂阴珠迷恋一场。但同样是上不得台面的脏事，凭啥就玉妃自己受到了惩罚呢？魏燕婉自从知道淑妃有孕后，就让春蝉去打听自己喝的药方，但在得知这根本不是啥正经做胎药后，气得不行，为此不惜用天象之说宣传十阿哥与扎龙相克。那扎龙本就是个疑心深重的人，听到这话后吓得经常半夜惊醒，以至于身体越来越虚。为此魏燕婉直接背着如意给扎龙偷偷献上了大补的鹿血酒，想以此争夺恩宠。扎龙喝了之后龙颜大悦，那是腰也不痛了，腿也不酸了，事情都敢一下子找4个了。而如意得知后，带着8掌之神容佩就往永寿宫赶。扎龙自己不敢出去，让魏燕婉和其他妃子出去挨罚，直到事情无法收场了，才颤颤巍巍的被扶出来，还顺手推翻了如意递给他的茶盏，还让人在永寿宫门口罚跪，结果跪出了个嫡子。为了能体面的收场，扎龙只能给魏燕婉扣了个邀宠媚上的罪名，顺便撤掉绿头牌10个月作为惩罚。但玉妃可就不一样了，她进宫可是冲着后位来的，所以才多次趁着扎龙睡觉偷看奏折，将消息传递回科尔沁，这可是杀头的死罪，因此他就更需要留住扎龙的恩宠了。但他32岁进宫，从年龄上就比不过那些年轻漂亮的妃子们，再加上扎龙的花心人尽皆知，总不能一直靠捏鼻子来让扎龙感到新鲜吧。所以鄂阴珠迫不及待地向父亲索要了良药来顾宠，但偏偏这事被蛙哥发现了，更是在鄂阴珠封妃当日抓了个现行。经过江宇彬的检查，这药就像是玲珑特制的羞羞香，专门是用来勾引皇上的，而且此药极易上瘾，对身体也有损害。那听到损坏自己本就不咋地的身体时，扎龙就坐不住了，带着供饭就去找玉妃 battle。 最终鄂阴珠喜提禁足大礼包，而两人的差距其实就是在损害龙体上。鹿血酒虽然也有那种功效，但对身体还是有点好处的，不像玉妃用的良药，那是打算要了扎龙的老命啊。看完今年黑龙江的大雪，才明白当年果子狸的深情。宁古塔作为古代流放榜 Top 1，是清朝许多大臣们谈之色变的地方。而《甄嬛传》中四大爷对轩轩父亲甄远道的惩罚就是流放宁古塔，还好果子狸靠谱，护住了甄家，才让玉娆可以清清白白的回京找到个好归宿。那若是没有果子狸，轩轩一家会遭遇什么呢？被流放的犯人所要经历的第一大关就是走路，这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贵人们要带着镣铐枷锁徒步从北京走到黑龙江，因为路途遥远，所以必须要日夜兼程，一天走上个几十里，累了也无法休息，稍慢一点就会得到官差的抽打以及辱骂。逃跑更是想都不用想，因为只要他敢跑，那被官差抓到了不打死都算手下留情。因为你是跑了，但流放名单上还是那些人，找不到你人，那官差无法交差，就只能拿自己的脑袋顶上去。而且流放宁古塔的犯人，若是遇到大赦天下，还是有希望回家的，但若是逃跑，那就是罪上加罪，再赦一次都受不完他的罪了。而且东北苦寒，那些官犯们衣着单薄的赶路，冷都是最小的惩罚。脖子上、脚上的镣铐经常会把他们的皮肤磨得流脓，但犯人是无法得到医治的，只能看着那些伤口流脓后被冻住，然后又被磨烂。并且因为食物有限，犯人们吃饭都成了一种奢侈，每个人每天得到的食物少得可怜。而且女犯人相比于男犯人，还有一道考验，就是官差的凌辱。无论他们之前的身份多么高贵，在被流放的路上都会成为人人欺辱的对象。为了一口吃的而出卖肉体的事屡见不鲜，而那些不愿意自甘堕落的，基本上都会很快香消玉殒。因此能走到宁古塔的犯人寥寥无几，但真的到了宁古塔，那才是噩梦的开始。男人没日没夜的做苦力，活得不如牲畜，而稍有姿色的女人，那就会被充为官妓，任人凌辱玩弄。甄远道夫妻年老，若非果子狸，只怕是走不到宁古塔。而玉娆样貌美丽，若非老17，
只怕早就失了清白。这样的惩罚真的是杀人诛心，四大爷你好狠的心呐！轩轩杀你杀的不冤。